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没想到，35岁刘宇宁外貌有变，给娱乐圈男星一个提醒。秦海璐觉得刘宇宁在35岁时的外貌变化很值得玩味，这给娱乐圈里的男明星们提了个醒。在《书卷一梦》这部作品中，刘宇宁一人分饰三角，热闹的表演让人目不暇接，完全没有结束的迹象。他就很直接地说了句：“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别胡闹了。”这样一来，跟电视剧里小姨子祝绪丹的绯闻就解决了。2023年的时候，有人穿着戏服对离婚传闻硬刚，到现在一有热搜就熟练的澄清，真是经历了不少波折呢。以前的他和现在相比，简直像是被打磨的光滑的像个光头。秦海璐真是眼光独到，选人一点儿也不差。这种变化背后，到底给年轻人们发出了什么警示信号呢？刘宇宁在圈子里可是很有名气，大家都对他赞不绝口。范明一提到他，就开心的像见了财神，嘴角都合不拢了。和他合作过《做自己的光》的导演直接说，这样的演员简直就是发光的小太阳。秦海璐也因此剧和他关系密切起来了，两个人的年龄差了整整12年，简直像是一个刚学会说话，另一个已经在讲历史了。刘宇宁的经历和获得的荣誉与老前辈相比，就像是小鸡啄米，根本没法比。真心实意才能让两个人掏心窝子说话。秦海璐在圈内可是出了名的直率，有什么话都能直接说出来。如果有人问刘涛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实力演员，也没什么好在意的。他很快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，一点不拖沓。要是有人敢惹他，他可不会藏着掖着，直接就把话说出来，毫不留情。圈子里出了名眼光高、标准严的姑娘，居然提了二搭，真是把刘宇宁的专业水平给捧得很高了。今年秦海璐还专门去剧组探班了。那天，刘宇宁一大早就开始打扮自己，一直忙到片场的人都下班了，直到早上5点还没有结束。后来说起这件事，他眼睛里充满了对年轻人的敬佩，简直像看到了刚出炉的包子一样。经常站出来为他撑腰，说明对这个年轻人的前途充满信心，相信他能够承担起重要的责任。刘宇宁的变化仿佛充满了活力，这证明了秦海璐的点子很到位。这孩子从小就觉得音乐是他生活中的一大乐趣。家里条件有限，他只好去了一所技校试试运气。在职业学校，他整天和那些锅碗瓢盆聊起天来。这小伙子学了2年厨艺，后来又在厨房里忙活了好几年。接着，他在饭店和服装店的兜里摸了好几年，忙得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，每回都一个样，这让他挺不满意的，最后被老板给辞退了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从朋友那里听说有个酒吧正在找歌手，他特别喜欢音乐，又没事干，听了之后就高兴地去了。面试时，老板说让他等消息，他顿时觉得像被泼了一盆冷水，直接把手机一关，连甩都不甩。过了5天，那个家伙才开机，结果发现自己被选中了。于是他继续过起了几年话筒相伴的日子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还打算参加一些唱歌比赛。他尝试过像《快男好声音》这样大火的节目，最后连个参赛的机会都没得到。他想去凑个热闹，结果却被拦在了门外。直播的时候，就像是在菜市场吆喝卖白菜，结果周围几乎没有人买。他就像算命先生一样，预测的特别准，让人不得不佩服。他真的看透了未来的短视频时代。就这样，他也变得很受欢迎了。当他拥有了大量粉丝后，便通过唱歌轻松登上了舞台。这位大哥原本在乐队里玩得风生水起，后来也试着演起了戏。
开了个新路子，可惜到现在还没能大火起来。他高兴得像捡到了宝贝一样。从他走上这条路开始，他就觉得像是撞大运，好像捡到了一大笔钱。他老觉得别人家的粉丝像是在追星，而他自己的粉丝们却像是在组建自己的偶像团队。要是没有粉丝的支持，他怎么可能有机会上台展示自己呢？他特别珍惜每次出现在镜头前的机会，就像对待珍贵的宝贝一样。无论是唱嗨歌还是演电视剧，大家总喜欢对他指指点点，真是让人心里堵得慌啊！他就像是在街上被人不断指指点点，摇摇晃晃地走到观众跟前。2021年，他演唱的《天问》真是太火了，整个网络都在疯狂分享。这些年，他当演员的路子就像坐火箭一样，越来越稳了。总有人在那里大声说他手头资源丰富，真是的，没有实力，怎么可能在剧中获得那么多戏份呢？从跑龙套到成为大明星，他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的。他的剧现在在3个平台上都火得一塌糊涂，播放量都破万了，真是太厉害了。在这条路上磕磕绊绊，刘宇宁的脸庞也悄悄发生了变化。那时候，他在路边唱歌，眼中闪烁着不畏艰难的活力，那是面对困难也不屈服的韧劲，脸上依旧带着几分未脱的稚嫩和青涩。几年前上节目，他紧张得像木头人一样，那时候他真是显得特别笨拙，遭到了很多人的轻视，被质疑的一点面子都没留。在一次节目中，连金靖都开玩笑地说：“你这小子确实挺会逗人笑，不过每次你开口，我心里就有些紧张，因为你刚讲完笑话，总是说我只是开个玩笑。我心想，这家伙到底受过多少次责备，经历多少委屈，才变成了这样呢？很多人都认为红色对健康有益，再加上这么多年的传统，经过无数次的质疑和自己的努力之后，他的脸色变得更加稳重和坚定。这话挺对的，样子好坏全凭心情定。现在他浑身上下都透露出一股我就是老大，谁也不服的淡定劲儿。在六公主的采访中，他谈到艺术时非常兴奋，就像打开了话匣子，一聊就是不停。这就是满满都是好东西。他还创作了像《折腰》这样非常受欢迎的代表作品。解决难题的方法让人眼前一亮，成熟的像个老练的高手。2023年，他突然被爆出曾经离婚的事儿，整个网络就像在等着看一场炸雷的大戏。他完全不拘束，穿着演出服坐在镜头前，就像个大人物一样直来直去，毫不掩饰。我只是想吃个瓜，不想哭，也不想推卸责任，更不想利用热点上热搜。居然在所有人面前真诚地反击了那些批评者，坚决地保护着老伴侣。那种开朗面对往事的方式，让许多打算责问的人都愣住了，说不出话来。现在，面对和祝绪丹的传闻，他真是从一个粗犷的大汉变成了机灵的小兔子。变了的是处理事情时的从容不迫，不变的是内心深处那份真诚和承担责任的勇气。刘宇宁的这次变化，让那些男明星们也感到了一丝危机。新鲜和颜值只是瞬间的事，靠谱的心才经得起考验。他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，自己没有经过专业训练，文化水平也不高，以前还做过网红。他却能大大方方地展示那些别人眼中的缺点和过去，一点也不怕别人议论。相比那些打扮得非常精致，生怕有一点小缺点就被发现的同行，这样的真诚显得格外有底气。爱情这回事，更能展现出每个人的见识，直接说清楚就好，不用什么都讲透，给别人留点想象的空间嘛。这个小伙子比那些把爱情当作宣传工具，在感情上还心存愧疚的男明星强多了。更不用说了，刘宇宁2次恋情闹剧都站出来解释。
真是个有担当的汉子，值得所有男星好好学习。他竟然靠着这个土办法在娱乐圈里给自己闯出了一条路。这种单纯而又真实的诚恳，才是他不断前进的关键所在。这个小伙子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，即使一开始表现得不那么出色，甚至受到别人的质疑，只要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演技和内在修养，最终也能逆袭成功，变得更加成熟和有魅力。果不其然，秦海璐的眼光真是独到。离开时，刘宇宁没有依赖于完美的形象设定，也没有避开自己的过去经历，凭着一股真诚和不放弃的精神，把手里那些虽然不算出色但也能用的东西做好了。从街头巷尾热议到社交媒体刷屏，剧集点击量突破万次；从嘴硬心虚到内心平和，从羞涩紧张到从容不迫，他那张脸的变化里藏着最朴素的道理。真心实意比耍小聪明更受欢迎，真才实学比网红更值得信赖。能够承担责任也是男演员的一大优点。在圈子里的人看来，这不就是一个明显的警告吗？